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发。这周 AI 圈的味道很像什么？大家知道吗？很像是大公司在清场，不是说推出了一个新玩具而已，而是把棋盘重新排过。因为你可能会看到 NVIDIA 这种等级的大公司，突然被传出了用接近200亿美金把一家做 AI 晶片的新创 Groq 整个吸进来，但又很悬，因为它不是叫收购，它叫授权。而同一时间呢 OpenAI 那边也很忙，一边做年终的回顾，一边呢又被挖出了广告可能要进 ChatGPT， 然后呢有一些新的模型，一些新功能，看起来都很零碎，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件事，就是平台化。最后呢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以为 AI 只是在做工具，结果它现在呢已经开始影响游戏怎样得奖， YouTube 怎么涨内容，自驾车遇到停电怎么办这一类问题。所以今天这集我想用一个比较像我在跟你聊天，分享我怎么看事情的方式，把这几件事呢串成一个问题， AI 到底是在把机会变多，还是在把门越收越小。我们呢就先从 Groq 开始，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就会问，哈，他是谁来的？Groq 这家公司呢，你可以把它想成，他不想比谁的 AI 最聪明，他想比谁的 AI 回答的最快，回答的最省电。现在大家用 ChatGPT、Gemini、Claude， 有时候呢会觉得，他回复要等一下，那个等待呢其实就是 AI 在做推论，也就是你丢问题，它在算答案。而 Groq 主打的就是它做的晶片呢，不是传统 GPU 那一套，而是更专门的去做推论。他们把自己呢就叫做了 LPU， 你就当做语言推论用的晶片吧，主打推论速度跟能耗。讲到这里有个重点呢，很值得跟大家一起抓， AI 2020到2024是在比谁训练的出来，2025甚至会到2026，我认为呢更像是在比谁能把 AI 送到每个人的手上，而且回得快，成本低。所以 Groq 这种路线呢才会突然变成大公司眼中的香饽饽。好，重点来了，新闻标题呢会很爱这样写 NVIDIA 收购 Groq 200亿，但是我自己看完官方的公告后呢，我的理解是它更像是 NVIDIA 用超大一张支票买走了 Groq 的关键技术使用权，顺便呢把最关键的人带走了。因为 Groq 的公告讲的就是非独家授权，还直接写创办人跟总裁等团队呢会加入到 NVIDIA， 而 Groq 会继续是一间独立的公司，还有新的 CEO。 那你说，所以到底是不是收购呢？我觉得大家不用纠结这个字眼，因为现实结果比较重要。 NVIDIA 拿到了他最想要的推论技术，还拿到了你最值钱的人，表面上你公司呢还在，但是灵魂已经被抽走了一大块。再跟大家聊聊为什么要用这种看起来不是收购的方式。我不会用太硬的词，但是一句话就可以跟你解释清楚，因为用授权比较不会立刻撞上反垄断审查。这点呢很多报道也都有提到， NVIDIA 本来呢在 AI 晶片就很强了，如果你再直接大收购，就很容易被盯上。我自己最想丢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就是，这其实呢是大公司新的吃法了，不是吞公司，是吞技术加关键人物。这种玩法一多，新创呢要长成真正的对手就会更加难了。再有一点就是，很多人看到200亿，第一反应是，哇 ，Groq 员工呢是不是要爽翻了？新装 Azure 直接就财富自由。但是我自己会多想一步，如果今天不是正式收购，而是授权加挖走核心，那一般员工的股票期权到底怎么算？不一定会像一般收购那样直接换现金了。这点其实也有提到，这种看起来成功退场的交易，最爽的通常都是少数核心高层，还有他的投资人，底下的人呢可能拿不到同等级的回报。你以为公司被大哥用高价买走，大家一起上岸，结果可能是只有少数人上岸，其他人还在船上。And also be able to scale at pace when we go racing 24 times a year.
trying to solve those two things together is really exciting. That's where Grok will give us an edge. 好，讲完大公司怎么吃人的，我们换一个比较有希望的。小模型现在是越来越猛了。如果你最近有在看小模型的战况，你会发现大家开始不是只追大参数了，而是在追一件事：同样大小，谁更听话，谁更稳，谁更能解题。Liquid AI 这家公司最近就丢出了一个 2.6B 的版本，它大概呢就是在讲，我们用一种比较硬派的训练方式，把小模型的指令遵从、知识题、数学题拉上去了。我用比较白话来讲，以前小模型呢常常是很快很省，但有时候讲到一半呢就会跑掉。你要它照格式输出、照规则做事，它就开始乱发挥了。那 Liquid AI 这版模型想要解的就是这个毛病，让它更像一个可以交付任务的小助理，而不是一个容易失控的聊天机器。而且你如果有在玩本地模型，应该会懂 2.6B 这种大小的甜点是什么。它不是要跟最大模型拼脑力，而是要拼在你电脑甚至边缘设备上跑起来也顺，然后该做的事真的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它的重点不是又一个新模型，而是小模型这条线要开始越来越能打，对工具链、对产品端其实影响是会很大的。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OpenAI 最近做了2件很情绪价值的更新。第一个呢是你的 ChatGPT 年终回顾，它会跟你说你今年最常聊什么，最常在哪天爆聊，你整体呢比较像什么使用者的类型，甚至还会做一些小卡片那种给你。那这个东西呢我会这样解读了， OpenAI 很明显是在把 ChatGPT 从工具往陪伴型产品上推，不是只有效率，也开始在乎你跟它之间的互动关系。不过我觉得第2个更新呢更加实用，你现在可以在设定里直接调 ChatGPT 的个性，像是温度、热情还有 emoji 多不多。如果你跟我一样，有时候只是要它干脆给结论，不要一直跟你嗨，那你就把热情调低。但如果你在写脚本、写创意，你又希望它反应比较有火花，那你就要调高一点了。它现在连语气都可以调，真的是越来越像是在调一个人的个性了。接着讲讲 Manus 这个，我觉得呢，对做简报、做内容的人反而很实在。以前很多 AI 做投影片很痛的点就是它生得漂亮，但你要改字，改一个小地方就变成整张重生，然后整个版本呢又跑掉了。Manus 最近的这篇更新呢，就是在讲你用 Nano Banana Pro 生出来的投影片，现在可以直接在页面上点选元素去改，改完呢，它还会尽量保持原本的视觉品质，不用整页去重做。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就是 AI 终于开始往可编辑上走了，而不是只会生成。而且你如果是剪片的人，你一定会懂，投影片生成只是第一步，真正麻烦的是后面那些细修、字句、重点、颜色、对齐什么的。它现在能让你不用反复重生，这个时间呢，真的是会差很多。再来的这波更新呢，我觉得关键不是又多一个新模型，而是它在解创作者最痛的那个毛病，也就是改图漂移。我先讲一个大家一定会遇到过的状况，你拿一张人像想改个衣服、改个发型、改个背景，结果 AI 一动手呢，就开始顺便帮你换脸，改3次之后呢，人不是你，风格也跑掉，最后呢，你根本不敢再改了。而 Queen 这次丢的是 Image Edit 2511，他一直呢在强调的就是这件事，他想要把漂移压下来，让角色的一致性更加稳。我用很白话的版本讲他在帮你做什么吧，他要把同一个人换成不同穿搭的时候，脸不会乱飘。你要2、3个人合照一起改的时候呢，不会变成3个陌生人。当你要工业设计、产品外观那种线条很敏感的东西
戏的时候呢，不会改完变成了塑胶玩具。你要它照你讲的指令去改，指令遵从更稳了，不是一直自作主张。它甚至呢在 Hugging Face 的说明里面把几个方向写得很明白，有提到改善一致性、减少 image drift， 还有整合 LoRa。你可以把 LoRa 想成加一个小外挂风格、姿势、特征包那种概念。所以我自己看这波更新的心情其实是，生成模型呢已经不是在比谁更会画了，开始在比谁更像素材，更加可控。因为对于创作者来说，最值钱的不是第一张图生的有多惊艳，而是在后面你要改10次、改20次的时候，它还能不能稳定的站住。另外，我觉得这也会影响到一个很现实的市场。如果改图越来越稳，那很多人做电商图、品牌视觉、封面图就不一定要回到 Photoshop 一层一层慢慢修了， AI 会先帮你把粗修做完，你只需要做最后的10%的精修就 OK 了。接下来这个呢，我觉得很值得聊，因为它不是只是新功能，它是一个平台的策略。YouTube 不是第一次做 Playables 呢，就是平台里面的小游戏，但是这次他们丢的是 Playables Builder， 一个用 Gemini 3驱动的工具，让你可以用文字、图片甚至影片当提示，直接生出一个能玩的迷你小游戏。我先把它翻成大家能听得懂的版本，也就是你不用会写程式，也不用装引擎，你只要像是在跟 AI 许愿一样说，帮我做一个复古射击，做一个躲障碍的跑酷游戏，或者是做一个益智拼图，它就可以帮你弄出一个可以玩的雏形。而且这里面呢，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它很可能会改变频道经营的玩法。以前你要让观众多停留，靠的是剪辑节奏、标题缩图、下一支片导流等等，但是如果你影片下面多一个来玩我做的小游戏吧，那观众停留的时间呢直接就会被拉长，而且那个互动呢是黏住人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会这样看， YouTube 在抢的不只是影片内容呢，它在抢互动内容、互动时间。短影音时代大家滑超快，平台最怕的就是你看完就走，而游戏这种东西一旦做得够顺手，观众呢就会停下来玩2分钟、3分钟甚至更久，这对于平台来说就是更高的粘着度了。那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它会带来一些什么呢？我觉得会出现2种人。第一种呢，就是做节目的人，你把小游戏当成彩蛋，当成观众互动的一部分。例如你做 AI 新闻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 AI 名词快问快答的小游戏。如果你是做游戏频道，你做一个躲弹幕的迷你版。你做健身的话呢，你也可以做一个跟节拍点击的互动小游戏。那第二种呢，就是做流量的人，他会开始疯狂的量产小游戏，因为门槛变低了，那接下来竞争的重点呢，就不会是谁会做了，而是谁的点子更像人，谁更懂得怎么样让人可以上瘾，谁更加懂得节奏。但是呢，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这种工具越简单，平台就越需要规则的，版权怎么算，素材怎么来，内容审核又怎么做，不然一堆照抄玩法换皮很快就会被塞爆。最后呢，我想用2个新闻来收尾，因为他们呢都是在提醒大家 AI 不是只有炫技了，还有很多现实世界要付的代价。
第一个呢是游戏圈的，有一款游戏原本拿了大奖，结果后来呢因为被挖出有用到生成式 AI 的素材，就算有些东西呢后来它被移除了，但是奖项还是被撤掉，改颁给了其他作品。先给大家讲讲这个奖项的背景。这个事情呢是在 Indie Game Awards 发生的，他们今年的立场呢很硬，只要作品在开发的过程里面用到了生成式 AI， 就不符合他们的评选规则。这个叫 Clear Obscure 的游戏呢，原本是拿到了奖项的，但是呢，结果颁奖后很快就被撤掉，改颁给其他的入围作品了。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爆呢？因为很多报道提到的关键点不是他们用 AI 了，而是在送审的时候，主办方表示他们曾经确认过，对方说没有用。后来呢，又有访谈呀、说法啊被翻出来，主办方呢就用违反规则直接处理掉了。而且更尴尬的是，有人说只是早期用来做 placeholder， 像是暂时的贴图啊、材质什么的，后面呢也移除或者替换掉了。但是呢，也有人说，就算最后成品是人做的，但开发过程用过，仍然算是违规。那我的观点就是，这件事会变成接下来一整年都会炒的模板，因为它逼大家面对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过程算不算？成品算不算？用到多少？怎么算？那如果规则是用过就死刑，那最后只会逼大家不讲藏起来；如果规则是随便用都没差，那又会让很多创作者觉得不公平。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不是站队，而是每个奖项、每个平台，它都要把规则写得更清楚，不然呢，争议只会变得越来越大。另一个新闻就是 Waymo， 它是 Alphabet Google 母公司旗下的 Robotaxi， 也就是无人计程车服务。在旧金山这些地方呢，是真的有人在搭的那种。这次的事件呢，是在旧金山遇到了大停电。那天停电之后呢，旧金山很多路口的红绿灯呢是整个不亮的。Waymo 自己就说了，他们的系统其实有辨识出上千个没有红绿灯在运作的路口，也知道应该把它当成所有车都要先停再慢慢走的状况来处理。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当这种状况一次发生太多个的时候，整个城市的节奏呢就会被拖垮。有些车停太久，有些卡在路的中间，反而就变成了新的交通问题。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细节，Waymo 当晚呢，其实有成功处理了超过7000个黑掉的号志，但是问题就是规模太大了，系统出现大量需要确认的情景，让整个流程呢被拖慢。而 Waymo 自己呢也说会改软体，会改紧急的应变流程。我觉得这件事呢给了一个启发 ，AI 的关键考题从来不是那99%的正常情况，而是那1%的灾难情况，像是停电、地震、讯号乱、交通指挥改变等等，这些不在日常资料里面的状况，才是会让系统翻车的时候。所以呢，你看它不是在吵 Waymo 平常会不会开，而是在问，如果哪天是更大规模的状况呢？例如地震。城市需要的应该就是不要变路障的系统，而这件事不只是靠模型，还要靠远端的协助、城市的协调、紧急停止策略等等，甚至呢跟政府的应变机制都有关。所以把最近这些事情全部拉在一起看的话，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AI 现在真的不是在比谁比较炫了，谁比较会跑分，而是在比一件更现实的事，谁能撑住现实世界的复杂度。晶片也好，模型也好，平台也好，在 demo 里面呢看起来都很完美，但是一进到真实世界，停电、规则模糊、人类的使用习惯、产业的利益冲突等等，
这些全部一起来的时候，那个系统到底会不会变成帮手，还是会变成负担？这个点呢才是关键。所以我会觉得，接下来真正拉开差距的，不一定是谁比较聪明了，而是谁对现实最有准备。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到这边。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一支影片再慢慢聊。